嘿，大家好，我是有安，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啊！这次我们来开箱的是我在闲鱼上面1650块钱买到的全新的 Intel NUC 8 mini 主机准系统。前不久我买了一台戴尔的7070 UFF 一开始我对它的期待还是蛮高的毕竟它价格不算贵，然后体积比较小巧，对于桌面空间比较紧张或者是有便携需要的人来说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 结果后来我突然想起 Intel 自家也有出 NUC， 然后前不久好像有一批比较划算的所以我就到闲鱼去搜了一下，于是就发现闲鱼上面有一批 NUC 8 i5 只比它贵几百块钱，但是是全新原封的大陆行货同时核显是更强的 Iris Plus 655自带128兆缓存的那种带有全长的 NVMe 插槽，还自带有雷电3接口。 还带有原装的电源适配器以及显示器安装支架。最后我就说它还是一台可以完美黑苹果的机器是连雷电3接口都可以驱动，甚至可以支持外接显卡的那一种所以这一台看上去性价比这么高又好玩的机器，我当然也搞了一台回来。OK， 那么来开箱。卖家这玩意是怎么封的呀？电饭锅线，感觉质量一般般。其实上面好像没什么中文这玩意真的是国行吗 ？Intel NUC Mini PC 组件，也就是准系统处理器是 i5， 型号是 NUC 8 i5 BEK， 也就是不支持2.5寸硬盘位的薄款，这个价钱是要便宜一点的。Iris 核显雷电3以及传说中的3年保修。 考虑到这种塑封，只要有塑封机，谁都可以做所以是不是真的全新原封有保修？到时候可能还是要去官网上面去验证一下。基本的参数接口什么的介绍，这跟正面封面是一样的。最后是底部多国语言关于保修的介绍以及序列号什么的。好，开出来看一下。嘿，袋子上面这个痕迹看着就不是很像原装的样子不知道是不是快递碰撞的原因。机器倒是真的很小，然后上面这个膜还是在的。配件，这个应该是那个 M.2 硬盘的螺丝，应该是显示器支架的螺丝。传说中的电源适配器，是行家代工的。说明书。 这啥？居然是奥腾的这个宣传单。最后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显示器的安装支架，可以将这台 NUC 挂在到背后带有 VESA 螺丝孔位的显示器背后。这个电源还是90瓦输出功率的，比戴尔这个要大一点就是这一条连接到插座上面的线要单独购买。可能是因为这个 NUC 它要卖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英特尔不想配这么多的插头来兼容不同的插座吧？机器的顶部是一大块亮面的塑料非常容易沾灰跟指纹，而且很容易刮花的样子早知道那块塑料膜我就不撕了，现在粘回去还有救吗 ？I/O 接口在机身的这两侧，相当于机箱的前面跟后面。 接口倒是挺丰富的，有4个 USB Type A， 是10Gbps 的，有 HDMI， 有 RJ45， 还有超越时代的3.5毫米耳机孔。电源输入是19伏的 DC 供电然后这个就是传说中的3大波鲁头雷电3接口背部 I/O 接口上面的这一排就是散热器的出风口。 在电源开关键的旁边，能隐约看到一个圆形的小窗口对，没错，它是一个红外线接收器这一台 NUC 它已经为成为电视机机顶盒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了。机器的另外这两侧主要是入风口，然后其中一边上面有 SD 读卡器以及一个笔记本的锁孔。机器的底部是序列号以及各种认证其中我好像没有看到3C 认证，这玩意真的是大陆行货吗？生产日期是2020年10月，倒是挺新的。 4个脚垫的中间是螺丝，拧开就可以看到机器的内部了开干。这个底盖的螺丝还是有防丢设计的，好评。NVMe 槽的正上方还配了散热胶垫继续好评。M.2 插槽是2280长度的，可以上各种常见的固态硬盘了
这里是2个内存槽，是支持笔记本 DDR4 规格的。虽然这个薄款的底盖上面没有预留2.5寸硬盘的安装位置，但是主板上面的硬盘接口还是保留了的可以单独买一条线，然后将硬盘吊在机器外面来使用。那条线我看过，比戴尔那种排线的强度要高上一些。这个地方有半张 WiFi 网卡，另外半张在 CPU 里面。比较可惜的是，它是焊死在主板上面的。如果你想装黑苹果，想换苹果的网卡的话，你要么只能选择魔改，要么就是从 M1 盘这里转接出来。好，我们继续拆，把这个主板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散热器虽然是双热管的，但是鳍片的面积实在太小了它的性能表现不一定有戴尔上面那个单热管的好。装回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撕开。然后把这条 WiFi 天线从底下这里绕过来，到时候如果更换苹果的网卡的话，就不会出现天线太短插不上的问题了。另外，这台机器还带有麦克风，而且居然还是双声道的。这个读卡器可以魔改出一个 WiFi 网卡的接口出来有付费帮人改装的但是这样改完就丢失保修了。如果我想装完美的黑苹果的话，可能还是采用 M.2 接口转 WiFi 网卡，然后系统盘装在SATA 接口上的方案。接下来装内存和硬盘这1650买的是准系统，这些都是要自己另外购买的。SSD 是在之前的视频里面用过很多次的西数 SM550 500G， 别的项目空下来了，现在就装来这里吧。接下来装内存，这次选择的内存比较特别一点，是光威的 E Pro。我选择它的原因，一个是它比较便宜，另外一个就是它据说用的是国产的颗粒。试一下看好不好用。这玩意是哪边开的呀？黑色 PCB 加红色贴纸，意外的还挺好看的。频率是2666C19JEDEC 的标准频率。颗粒是来自长兴存储的，其实短时间内也测不出来太多东西。这颗 CPU 也不能超频内存，不过国产的东西还是可以支持一下。咱们自己有了，外国公司就不敢乱涨价了。装上去，加上顶盖。等等，我突然想起个问题 ，CPU 散热器风扇的线我插好了吧？插好了。好，现在几天时间过去了，这台机器的系统和软件都装好了甚至黑苹果也给它弄进去了以及这张膜我也给它贴上去，将就着用了。但是在开始测试之前要先给它挂到显示器的背后。如果要使用 NUC 附送的这个显示器支架要选择这一种本身自带有这个独立的支架，同时上面还带有 VESA 孔位的显示器。我这里使用的是 LG 最便宜的27寸 4K 显示器不过我这个型号好像已经停产了。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有显示器需求的话，在拼多多110补贴里面还有众多优秀的型号可供选择。打开拼多多 APP 搜索22261，或者直接点击视频右下方的链接然后点击110补贴专场，即可跳转进入活动页面。在下面就可以找到各种产品分类，不光是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家电、美妆、百货等应有尽有，或者也可以在搜索框里面输入你想找的产品。参与活动的商品都是大品牌的，比如苹果、华硕、戴尔、联想、小米、戴森、SK2、雅诗兰黛等等。比如我自己的这一台 M1 处理器的 MacBook Air 就是在110补贴里面购买的，现在补贴价是6999，比官网足足便宜了1000块钱另外像戴森吹风机，其他平台都要2778这样子拼多多110补贴只要2398，可以说非常的划算了。拼多多110补贴不光产品便宜，而且他们联合了中国人保财险以及国内外知名品牌，共同推出了品质险作为保障。如果你买到了假货，可以申请假一赔十。如果最近有什么数码产品想入手的话，千万不要忘记先到110补贴活动里面看一下，价格确实挺香的。好，我们回到机器的安装。第一步先把这个支架装到显示器上，然后这2颗螺丝拧到底部，然后对准孔位挂上去。好 ，OK 了。刚刚好就只占用到显示器 VESA 接口这个大小还是非常小巧的，这些接口什么的也没有被挡住。
插线位之间稍微有点冲突，但是想插的都插上了啊，还行。然后开机键在这里，每一次要这样子伸手绕过屏幕去按开机键，略微有一点烦。等下进 BIOS 看看能不能设置成用鼠标或者键盘开机。Intel 这个 BIOS 做的意外的酷炫，你看这个还有动画的。然后在这里啊，就有图形化的 BIOS 的升级界面，某些品牌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学一下。就是没有中文，以及比较可惜的是，我没有找到 USB 键盘鼠标开机的选项啊。这个功能好像是要 PS2 的键鼠才能实现啊。这台机器上面没有 PS2 的接口，看来只能使用网线远程开机或者是红外线遥控开机了。好，现在已经进到 Windows 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硬件相关的啊。首先是打开 CPU-Z 和 GPU-Z 看一下参数什么的。CPU i5-8259U 没有问题，它和8代低压版本的 i7 是一样的4核8线程啊，3级缓存少了2M， 但是它又多了一个128M 的4级缓存啊。不过这个东西我看评测对性能影响不是很大。它的核显就是传说中的锐炬 Iris Plus 655啊，性能十分值得期待。刚才那个128兆的缓存主要就是给这个核显使用的。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苹果的13寸 MacBook Pro 2018用的刚好就是这么一个 CPU 加核显的搭配啊，所以这台机器搞起黑苹果来会比较的轻松。过来就是前面的使用了国产颗粒的光微内存啊，在系统里面可以正确识别出来是16GB 双通道没有问题啊，内存频率只有2400是因为 CPU 的限制啊，这个是正常的。然后我们跑了2轮的 Testman 5，工作都是正常的，没有报错。后面我们跑了各种各样的测试啊，甚至在黑苹果下工作都是挺正常的。唯独就是我们跑撸啊撸登录 VGame 的时候出现了蓝屏。后来我们换了金士顿的内存，登录成功之后再换回光微，然后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包括我们卸载了 VGame 重新安装登录也是正常的啊。思来想去，我们只能认为是腾讯这边有问题了。看完参数之后，我们在 Windows 下简单的跑了几个测试，快速的摸了一下它的性能啊。首先还是老朋友 Cinebench。在2个测试中 ，i5-8259U 的单核得分啊，都比707UFF 中的8665U 低上一些啊。较高的单核锐评算是 i7 的招牌卖点了。但是 NUC8 上面这颗 i5 的多核得分啊，比707UFF 上面这颗 i7 的得分高出了约5%，和 i7 解锁到30瓦长时锐评功耗之后的成绩是比较接近的。通过 IDA64 的后台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啊，NUC8的长时锐评功耗刚刚好就是30瓦啊，毕竟这2颗 CPU 都是相同的架构，都是4核8线程啊，性能基本上就是跟功耗挂钩的了。剩下那一点点的性能差距啊，应该是体质或者是那2兆缓存的原因了。在 1080P 高画质下玩新出的模式最终模点啊 ，HD620 已经基本上满载的情况下，655才只有60几到70的占用，而且帧数还要高出不少。NUC8这边显卡占用没有满，但是帧数也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 LL 是一个吃单核的游戏，而8代 DRU 的单核性能就这么个水平了。如果我们将游戏的设置开到更吃显卡的模式，比如 4K 极高画质啊，就会发现655这边的帧数会多出60%左右啊。当然 LL 一般我们不会这么开啊，655的优势更多是体现在更吃显卡的游戏上面。655已经可以在 1080P 低画质下比较流畅的玩古墓9了啊，甚至如果你能接受一点掉帧的话，开到普通画质都可以。所以大家在买这台机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NUC8 i5 它有一个青春版核显是 HD620 版本的啊，千万不要买错了，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过来还是1420循环来测试它的稳定性。从第2轮开始 ，NUC8 i5 都稳定在了1600分左右，还是挺不错的，没有出现长时间使用之后过热降频的情况。接下来是 IDA64 FPU 加 GPU 的双烤，可以看到 NUC8 的散热性能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经过20分钟的烤机之后 ，CPU 温度稳定在80度左右，而且CPU 功耗一直保持在30瓦的长时锐评上啊，这个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这台机器也比较的静音，在显示器前的音量只有40分贝多一点点啊。NUC8 i5 整体的散热水平比之前测的戴尔7070UFF 是要强的，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当然，在长时间高负载工作之后，它的机身还是会变得比较的热啊。20分钟烤机之后，顶盖被加热到接近50度啊，散热鳍片66度，甚至插在 I/O 接口上面的线也被吹到接近60度啊。所以在它高负载工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摸它。最后，虽然它的雷电3 Type-C 接口不支持供电输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PD 诱骗线让它用上小巧的PD 供电器。
经过测试，我们确认到它在使用 PD 供电器时性能发挥和使用原装供电器时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注意它的最大输入功率是能上到70瓦的，供电头和线材一定要选质量好的。那么 Windows 下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完了，接下来看一看这台机器装了黑苹果之后的表现。这台机器的黑苹果方案，我们用了 Open Core 引导加远景上面这位大佬制作的已经调试好了的 EFI 懒人包系统用了苹果官方的镜像，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 11.5.1 系统。整个安装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网上搜一搜 Open Core 黑苹果教程补丁和驱动直接使用这个 EFI 包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手动去输什么命令行代码或者折腾 DSDT 啥的。像那些比较难搞的 CPU 睿频、降频、睡眠唤醒什么的都已经调好了，是工作正常的经过一轮测试下来，我觉得在这上面起码能获得90%以上的 Mac Mini 的使用体验。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它工作的还不太正常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显示输出接口，如果你使用 HDMI 接口来连接显示器的话，它跟部分显示器会有不兼容的情况，就是偶尔随机的会闪一下绿屏。我们去搜了一下，发现这个好像是那个巴装黑苹果的通病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呢，可以去买一条 Type C 转 DP 的线用雷电3接口来连接显示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显示输出会非常的完美。无线网卡这一块，我们直接使用了懒人包来驱动了机器自带的那一张英特尔9560，没有另外去买苹果的拆机网卡。因为驱动的限制，它的无线网络带宽被限制到了300兆以下但是考虑到大多数人的宽带都没有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因为 Mac 的一些功能是依赖于网卡的所以有一些东西它是用不了的，但整体支持的情况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像接力、通用剪贴板、Apple Watch 解锁电脑这些都是能用的，而 AirDrop 隔空投送iPad 无线投屏这些目前还不支持总之，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完整的 Mac 的体验还是得要想办法搞一张苹果的网卡上去。雷电3接口方面，我们测试了几种设备，工作都是正常的跟另外一台 Mac 进行雷电3网桥连接时，速度甚至能达到接近20Gbps， 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它不支持热沙拔一定是要先接了设备再开机才能识别出来。就连雷电3扩展坞上面插的 U 盘你只要拔下来了再怼回去，系统就不认了。想要雷电接口支持热沙拔的话，需要修改 BIOS， 这个操作比较麻烦，比较困难，不太适合普通的玩家这就不做演示了。剩下的应该就只有 TF 卡读卡器速度比较慢这一个几十块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当然，前面提到的这些工作不正常的地方，大多数都是附加功能。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台价钱便宜、运行稳定、可以跑 Adobe 全家桶、可以跑 Xcode 以及日常使用的黑苹果那它是没有问题的。当年我也是在黑苹果下写完了完整的一个 iOS 游戏，并且在黑苹果下完成了上架到 App Store所以只要你的序列号是正确生成的苹果其实是懒得管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跑一点测试，看看同一台机器在跑 Windows 和 Mac 时它的性能会有什么差别这一点我自己也非常感兴趣首先还是老朋友 Cinebench 220和223这个成绩就比较有意思了。作为一个高负载纯计算的软件，出来的成绩是有差别的。单核分差不多算在误差范围内，但是多核得分 macOS 11下要略微高一点。不知道是睿频机制不同，还是说 Cinebench 对 macOS 的优化要好上一点所以我们接下来跑了其他的一些更具综合性的测试项目。首先是 Premiere Pro， 很多人选择 Mac 就是为了流畅的视频剪辑这里用 Puget Systems 公司推出的插件对这个 Premiere Pro 的性能进行了评估，出来的结果更有意思了。单独看总分的话，两个系统下的成绩似乎差不多但是如果摊开来仔细看每个细项的话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了。Windows 在导出、特效、GPU 这3个项目上都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而 macOS 则是在回放这一个项目上领先非常的多。我自己的 M1 处理器的 Mac Mini 也是这样子使用非转译的原生版的 Premiere Pro 播放 6K 视频素材的时候它就是比 3900X 加3060 Ti 的电脑要流畅，但是同时呢，导出视频却要花双倍的时间。看来 PR 这个软件在2个系统下的工作方式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过来是 Adobe 全家桶中另外一个应用超级广泛的软件 Photoshop 因为有着更好的色彩管理，所以很多人也会选择 Mac 来进行图像处理的工作。这个项目中就是 macOS 的优势了明明是完全一样的硬件，但是除了 GPU 分时打平之外，其他几个全部是 macOS 领先。Adobe 和苹果之间不会存在着什么 PY 交易吧？
过来是显卡测试软件 GFX Bench 中新出的能跑 DDR12和 Metal 的这一个名字很难念的测试。除了1440P 高等级离屏渲染测试是基本打平以外，其他全部都是 DDR12胜出这块还是 Windows 强一点。在图形 API 性能要落后一点的情况下，跑 B-RAW 的视频解码速度测试macOS 却全面占优看来 Mac 对视频解码真的是有特殊的优化。最后我们跑了一个2个系统下都有的游戏《古墓丽影9》当年谁也没有想到《古墓9》居然是重启3部曲中做的最好的一部。在1080P 低画质下 ，Windows 这边有着超过10%的优势但是将画质拉高到普通之后Metal 这边就赶上来了，和 Windows 的成绩差不多。在刚刚的 GFX Bench 中也是类似的情况，高负载下 Metal 的表现就赶上来了。不知道是英特尔驱动的原因，还是说 Metal 哪里存在着瓶颈，拉低了整体的上限。当然，游戏玩家还是老老实实的用 Windows毕竟不光是性能的差别，游戏数量的差距也不是一点半点。接下来我们实际测试一下视频剪辑的性能，很多人想用 Mac 也是为了这一个这里首先测试的素材是4K H264 的是24帧100 Mbps 码率的。在套好了 LUT 回放分辨率设置完整的情况下整个播放的这个流畅度还是非常不错的。进度条上面这条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线，是黄色的，表示不需要进行预渲染。在单轨的情况下，简单的进行一下剪辑，拉一拉曝光，调色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双轨叠加的话完整分辨率下这个回放就能看出来是有掉帧了。然后即使在1/4的回放分辨率下这个拖动还是能看出来比较的卡顿，只能说勉强忍一下能用。4K 50帧的 H265 素材那简直就卡得生活不能自理了。你看已经停住不动了。这个时候就要出动苹果自家的 Final Cut Pro 了，在后台代理转码都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2条 4K H264 轨道就已经可以非常流畅的播放了。对这个图层进行移动缩放也是没有问题，非常的轻松。如果 FCP 完成了后台代理文件的转码的话呢，这个进度条的拖动就会丝般的顺滑。H265呢，在 FCP 的自动代理转码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流畅的播放了这其实是牺牲了硬盘空间来换取性能的一种做法。PR 其实也是能做到的，只是要手动操作一下。达芬奇我们也测试过了，情况和 FCP 差不多不转代理也是不能流畅播放的，只能说比 PR 强上一些。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直接录制成苹果家的 ProRes 格式像我现在这个素材是 4K 60帧800多 Mbps 码率的但是在 PR 里面播放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流畅是完整回放分辨率的当然这个拖动起来还是非常的卡，可能是 CPU 性能或者 PR 自身的原因。说起来，当年我还立下过豪言壮语，想要测一下 PR 这个软件到底吃什么后来我们自己换了各种配置之后，发现这个瓶颈呢，可能在 PR 自己身上。该卡的时候换成更高配置的电脑，它还是会卡到目前为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至少在剪辑的时候，它对多核性能的需求不是太高6核的处理器已经可以比较轻松的带动了。B-RAW 的性能也是非常不错的 ，BMPCC 4K 拍摄的 4K 60帧的素材2段叠加到一起，1/2回放分辨率的情况下播放起来依然是非常的流畅的BMD 牛逼。我们平常高配置的电脑剪 6K 视频也是用1/2的回放分辨率而已。这也比较神奇的是，达芬奇播自家的 B-RAW 素材反而会跳帧这也是 4K 的素材，然后回放分辨率已经开到一半了，只有40帧左右PR 反而会流畅一些。BMPCC 6K 的素材开到1/4套了 LUT 之后也是能播的，但是拉了一下曝光，调了一下色之后呢，就开始掉帧了实话说，让这台机器剪 6K 素材也太看得起它了。总的来说，这台机器剪视频是可以的，4K 都能剪，但是要看你使用的软件以及你的视频素材的格式和码率。那么总结的时间到了，大家是更喜欢我现在这个发型还是平常的发型呢？总的来说呢，买一台 NUC 8i5，然后装黑苹果，并完成一定程度上的工作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只不过如果你想要完美的 macOS 体验，还要花比较多的功夫下去折腾改网卡、改 BIOS 什么的。特别是苹果对新技术的应用非常的激进比如信心一好突然间就把底层的文件系统整个给换掉也不会征求你的意见。你这个版本能用的驱动到了下个版本可能就不行了，又要重新的折腾。你更新一下系统，就有可能导致声卡、网卡或者是 USB 接口无法使用，非常影响工作。你不更新呢，又用不上最新的功能这也是我在用了几年黑苹果最终选择了放弃的原因
然后就是你需要考虑清楚，你是不是真的对这种低配置的黑苹果电脑有需求啊？在我的印象中，一定要用 Mac 来完成的工作，好像没有哪个是特别省钱的啊。玩摄影可比玩电脑烧钱多了，能拍 RAW 的摄像机的镜头入门款也要几千块钱了吧？这台机器加上内存和硬盘之后，怎么样也要2000多块钱，而拼多多100亿补贴上面的 M1处理器的 Mac Mini 也就4000多，性能以及使用体验要好上很多。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方案更适合手上没有什么钱的学生党，用来学习编程、剪辑、音乐、图像处理等方面的技能。当然，如果你是真的喜欢 macOS， 又觉得用不上 M1的性能，不想多出这2000块钱的话，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图像处理也算是有一些优势吧。Mac 的色彩管理比 Windows 还是要强不少的。总之，我想说的是，你要确定自己有这方面的需求才下手，而不是一时图新鲜搞回来然后吃灰。如果你是以黑苹果为目的买这台机器的话，记得一定要买那个厚款折腾的空间会大很多。那个硬盘转换线我已经买回来试过了，那个接头太高了，薄款连盖子都盖不上。抛开黑苹果，单独看它本身的话，我觉得 NUC 8这个产品做的还是挺不错的体积非常的小巧，性能 OK， 然后散热表现也非常不错，价钱也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很多国产小品牌的850U 处理器的软路由准系统都要2000块钱了。喜欢小主机的玩家，这台机器完全是值得考虑的。但是考虑到这台机器一直在涨价请注意它涨价跟我的视频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从年初开始一直就在涨了所以我推荐考虑一下它的新出的版本。NUC 最新的这2代 NUC 10和 NUC 11之中 ，NUC 10我不太推荐因为这一代的核显牙膏给倒吸回去了然后多核性能也没有强很多。NUC 11之中 ，i3 是双核4线程的，多核性能还不如8代 i5所以使用11代 i5 处理器的 NUC 是比较值得考虑的型号。除了 CPU 性能比它强，搭载了 X1 核显之外，NUC 11的接口也是比较先进的有2个雷电接口，有 WiFi 6，还有 2.5G 的有线网口，价钱只要2000多，还是不错的。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习惯中要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翼王，下期见，拜拜。